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您有没有想过，纽西兰这个上天偏爱的小国，有牛奶，有羊毛，还有美景，一个资源丰富、生活品质极高的国家，怎么就会在全球经济的大潮中逐渐失去了未来感，陷入结构性的困局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纽西兰错过了哪些经济结构更新的机会，以及为什么还有没有希望。我们首先来说说纽西兰的资源富国的惰性繁荣。绝对不能否认纽西兰是幸运的，土地肥沃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温和，有着南半球加州的自然禀赋。农业出口早在上世纪初就是国家支柱，从羊毛、乳制品到后来的牛肉、水果，只要天气别太糟，我们就有稳定的出口收入，这本是一种优势。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。资源型经济有一个隐藏的陷阱，叫做惰性繁荣。只要有资源在出口，只要有稳定的现金流，国家就不容易产生更新经济结构的紧迫感。比如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南非都是惰性繁荣的典型案例。在20世纪中叶，纽西兰是全世界公认的人间天堂。方主引用联合国和历史学者的普遍说法，1950年，纽西兰的人均 GDP 是世界第3，仅次于美国和瑞士。自然资源丰沛，教育免费，医疗公费，社会安定。那时候人们坚信，只要奶牛还在吃草，这个国家就能运转。靠优质农产品出口，靠英国市场，靠政治稳定，纽西兰人过上了中产天堂的日子。可真正的问题在1973年埋下了伏笔。那一年英国加入了欧共体，纽西兰一下子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出口市场，乳制品和肉类的外销被打断，财政吃紧。但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就更像一个家庭靠祖传房租过得不错，租户不续租了，他们没有马上想办法，而是希望再等等，也许下一个租户就来了，享受着安全而安逸的小国逻辑。而那些需要长期投入、跨代布局的科技研发、工业制造、战略产业被默默地放在了墙角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期方竹时间的节目，为什么新加坡领导人总能未雨绸缪？其中是有一段关于吴作栋先生的第2曲线理念，大家有时间找来看一看，对于这一段我们所说的就能够更深入的理解。而反观当时的小国挪威，将石油盈利用在了主权基金投资未来。芬兰借危机重建经济，压住 ICT 产业，扶持创新，创造了诺基亚和整个通信产业链。而纽西兰我们把用资源赚来的利润大部分投进了房地产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流向了不能出口的产业，那么我们未来靠什么跟世界竞争呢？1984年，纽西兰站在了经济危机的边缘，通胀飙升，赤字严重，出口受阻，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自由市场改革开始了。浮动汇率取消补贴，国企私有化，大幅减税，将整个纽西兰经济剧烈市场化。但是这个手术来得太猛了，尤其是对制造业几乎没有缓冲期。关税一取消，补贴一撤销，外来的工业品蜂拥而入，本地的鞋厂、家电厂、纺织厂接连关门大吉。在短短几年内，纽西兰制造业的比重从 GDP 的20%以上降至不到10%。而问题是，我们不是转型成了高端制造或者是技术经济，而是直接从做东西的国家变成了卖土地、卖奶粉、卖美景的国家。那一波改革确实清理了僵尸企业，恢复了财政，但也埋下了新的隐忧。纽西兰彻底放弃了产业升级的路径，彻底开始依赖资源和服务业。我们再来说一个属于纽西兰的黄金期，而后来又是怎样错过的。从2000年到2015年间，
全球化红利和亚洲崛起让纽西兰迎来了黄金10年。中国市场的需求激增，旅游和农产品供不应求，留学和移民市场火爆。而纽西兰呢，本身经济体量小，天然资源丰富，农业发达，旅游环境得天独厚，你几乎能说它是亚洲新兴中产阶级心目中的梦中情人。有句话很形象，纽西兰的农产品是用世界上最干净的水、最温柔的阳光、最懒散的时间养出来的。奶粉、牛羊肉、水果、蜂蜜，全都是供不应求。很多来得早的华人朋友，特别是做旅游和华人特产品礼品店的朋友们，一定还记得那个时期的红红火火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纽西兰还被当作一个高品质生活的样板，干净、治安好、空气甜，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。这是它的黄金机会。一个小国被大市场推着往前走，本应该乘势而上，想办法升级产业、投资未来，但很遗憾，它没做到。错配的资本锁死了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本来有不少的资本储备，但这些钱流向了哪里？房地产。2008年以后，纽西兰经历了10年的地产狂潮，房价上涨超200%，远超家庭收入的增长。年轻人被迫做房奴，技术人才选择离开，创业资本稀缺，实体经济融资难。就个体而言，房主当然要祝贺在那段时间里抓住机遇的做房地产的朋友们。但今天我们聊的是国家层面。有句话是说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我们对比一下同期的其他国家，德国继续扶持高端制造，韩国投入电子、芯片和汽车，芬兰呢，教育与科技创新齐头并进，爱尔兰吸引科技巨头落户，以色列呢，在创新中逆境突围，而纽西兰呢，依旧停留在风景经济和房地产的泡沫里。当然，更别提前3大政府执政期间，面临疫情冲击的非常态大背景下，采取的是政策上更注重公平和防疫，而缺乏经济结构调整的远见，导致长期积累的问题，比如房价飙升、经济低增长、低创新，使这些进一步加剧。那你一定会问，为什么纽西兰一直没有做到产业升级呢？归根结底有3个原因。第一是保守，连纽西兰人自己都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爱冒险的人，企业不愿转型，政府不愿承担风险。2是政治短视，3年一选的制度让政客更关注短期选票，只做小修小补，缺乏长期战略。当然还有 MMP 制度之下的联盟阻隔中的各种政策妥协。第3呢，就是路径依赖。农牧业和旅游业给纽西兰赚了几十年的钱，大家习惯了，就懒得再想别的办法。政府呢，也不鼓励多样化，于是这个小国家在全球化里吃红利，但没留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所以当外部红利消失的时候，纽西兰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。那问题是，纽西兰本来能够做什么呢？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和智库都提过建议，比如说利用农牧优势发展食品加工，高端品牌赚更多附加值，比如说借旅游火热之势升级交通住宿体验，用科技提升效率和服务。又比如说趁着外国留学生热潮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科研，吸引人才，流入人才。但这些呢，纽西兰通通都没有做到位。纽西兰呢，还是那个纽西兰，出口的是原材料，旅游业还是靠美景和人少。那纽西兰还有希望吗？还能够做什么呢？事实上，纽西兰并不是没有希望，它的环境、绿色、安全的形象依旧无可替代，关键在于愿不愿意改变。未来10年，全球供应链重组、清洁能源、AI 加农业，给了纽西兰窗口期。我觉得纽西兰需要做2件事，一个是勇敢一点，勇敢投入未来；2呢是想得长远一点，建立共识。
具体来说呢，政策上建立国家级战略产业清单，在教育上提高 STEM 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的教育投入，在金融上呢，引导资本投向生产性、出口型行业，在土地上遏制投机，把资源还给城市功能，在心态上从风景经济转向生产性经济。方主想说的是，纽西兰并不是注定走向边缘的小国，而是选择了太多次舒服、短期、不折腾的方向。但改变从来都不嫌晚，未来10年也许是重新选的机会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国家曾经陷入比纽西兰更严重的困境，但也慢慢的熬了出来。纽西兰也可以，前提是他真的得想。让我们一起祝纽西兰好运吧。如果您对纽西兰经济的未来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。敬请您点赞订阅方主时间，我是方主，祝您好运好心情。我们下期继续一起聊全球风云中的智慧与选择。